还记得1年多以前 V 社发布的 Steam Deck 吗？就是那台官方定价400刀，国内疯涨到2、3万的掌机，而它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半代升级，现在改名叫 Steam Deck OLED。好家伙，用过和没用过 Switch OLED 的玩家都沉默了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几天体验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升级可比 Switch 良心太多了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来告诉你 Steam Deck OLED 到底升级了什么，续航提升了多少，值不值得买？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系统和兼容性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啦？还有哪些新特性？一个视频告诉你。那我们直接进行一个箱的开。之前官网售卖的 Steam Deck 有3个版本，分别是64、256还有512的。现在呢变成了256、512和1TB 的，等于是说把64G 的那个版本给淘汰掉了。跟以前一样啊，都是只有最高配的版本才有抗反射玻璃的，而后2个版本呢才是 OLED 版本的。256的版本依然是 LCD 的，千万别买错了哟。我们手上的这一台呢是新的512版本的，原价3900，为了第一时间给大家做视频，我到手的这一台呢5599，对面含泪赚2000，大家这不得给我3连回口血？然后呢，我还给袁飞也寄了一台，估计今天的话他应该已经收到啦，大家赶紧去狠狠的催更。OK， 那么这就是最新的 Steam Deck OLED 的本体啦。哇哦，现在变成了橙色哎，哒哒哒，这是机器本体啦。这一次呢，外观上面的区别会比较小，主要是做了一些小的优化，机身的大小是完全没有区别啊。根据官方的数据呢，机身的重量是减轻了30克的。新的这个肩键它会更加有质感一些，老版的这一个肩键会比较松垮，比较绵软一点。摇杆呢，现在换成了纯黑的，以前是这个灰色，而且现在摇杆的这个顶部啊是多了一个窝槽的，手指就可以卡在上面，就不容易打滑了。整个摇杆的阻尼呢也变大了一些。这个电源键就更不用说了，非常醒目的一个橙色，一打开箱子就能看见。这个橙色啊，它是 V 社第一款游戏半条命封面的颜色，还是它里面的主角的防护服的颜色。如果这一次大家能够买到顶配外观限量版的机器，那一台的机器还有很多的橙色的强调色。我估计啊 ，V 社也是想要搞一个属于自己品牌的主题色，就好像我们看到蓝色就能想到 PlayStation， 一看到绿色就能想到 Xbox 一样。不过咱们这个是不是现在还有点少啊？就只有一个电源键，直接开机。哎，这个 logo 的改了颜色哎，这一次升级最大的就是这个屏幕了，边框呢缩小了超级多，而且对比原版这个色彩也鲜艳了很多了。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OLED 是超级适合显示 Steam 的画面的 ，Steam OS 本身有很多深色的部分嘛，现在看起来这个对比度可就高多了。我开个游戏给大家看一看啊。这公主身上面穿的衣服都完全不一样啊！像这首歌它本身的颜色是很丰富的嘛，区别就超级明显。LCD 的这个就感觉像是蒙了一层灰一样，大家可能在视频里面看的不会那么明显啊。像这一首歌的话，明暗关系的差别就很大了。之前在 SteamOS 3.5.5 的更新里面就多了一个这个调节色彩空间的选项，设置里面点到这个显示，这里就有一个调整显示器颜色。如果你是原版的机器的话，你的默认的色域就是 sRGB， 而现在最低都是 sRGB 了。默认的色温呢也从7500K 变成了6500K， 而且你在调节的时候呢，这上面会实时显示，这可比 Windows 那些调节直观多了。这么看来，只能说任天堂太超前了。Switch 2021年换个 OLED 都敢拿出来重新卖，分辨率依然是 720P， 那时就已经被玩家们口诛笔伐了。Steam Deck 2023年震撼发布800P 分辨率 Steam Deck OLED，2年多了80P， 那这么算起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6年之后才能用上1080P 的屏幕呀？那我可要说 Steam Deck OLED 这块屏幕可是强太多了，这是一块90赫兹的屏幕，一些不吃性能的动作游戏可以更加流畅的显示了，这个体验差距还是超级明显的。而且这是一块 HDR 1000的屏幕，这个太夸张了。V 社是上哪儿找的800P HDR 1000的屏幕了？吕布齐购是吧？这个 HDR 呢，在实际体验中的区别真的超级大，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是一个比较暗的环境，对比度就会明显要高很多。哇，这个霓虹灯真的很有霓虹灯的感觉，哇，真的会有那种阳光照下来的感觉啊！你看这个建筑物的上面的那个反光，我没有办法用一个 SDR 的视频给大家看出这个区别有多大，但这个区别肉眼看真的非常的大。还有这一次的触控板差别也很大，之前的这一个呢就感觉是松松垮垮的，现在的这一个试试看。
它无论是滑动还是按压，都感觉精致细腻的很多很多。这里还有个史诗级升级 ，Steam 的 OS 3.3之后支持中文输入法了，我真的哭死。但我估计啊，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性能续航了。之前 Steam Deck 最常被诟病的就是续航太差了。原版的 Steam Deck 在许多3A 游戏下的整机功耗大概会到27瓦左右，40瓦时的电池除下来也就只能用个1个半小时左右。Switch 可是能4.5到9个小时的呀。掌机本身就是为了带出门设计的，但是这个续航实在是有点不太符合大家对掌机的想象。然而这一次 Steam Deck OLED 芯片制成从7纳米换成了6纳米，屏幕换成了更省电的OLED， 最重要的是把电池从40瓦时升级到了50瓦时。这个3项之力之下，官方宣传续航提升了30%到50%。续航呢，我拿2077测试了一下，原本续航1小时27分钟 ，Steam Deck OLED 续航2小时02分钟，算下来提升了40%，这提升实在是太大了呀。性能方面呢，我们也做了测试。如果不限制功耗，像赛博朋克2077、艾尔登法环，性能有一丁点的区别，大概能多个1.5帧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也就高个3%。以前不能玩的游戏，现在也依然不能玩，但它的能耗比是实打实的有进步的。像2077，要是在设置里面把这个核心功耗限制在13瓦，这时候 Steam Deck OLED 的性能和老版基本就差不多了。整机功耗也下降到了24瓦左右，差不多低了10%，这个提升还是很可观的。这一次呢，还有一些升级，在它的内在直接开拆。然后以前的呢是一个十字螺丝，现在呢就变成这种梅花螺丝。背板是我之前自己换过的啊。这个盖子真不好拆啊！哇，这里面这个比之前好看太多了。以前这个真的就有点那种大杂烩的感觉。这颜色也统一了很多，排线啊、盖板啊，全都是统一的黑色。风扇这一次也翻了个面，电池的形状跟以前差不多，但是稍微厚了一点。打开看一眼，这里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了，现在的固态跟网卡是分开的。以前呢，这个固态跟网卡它是贴的，这个改动就很合理了。然后再找找看，之前维修师拉的一坨稀，在这儿看到了吗？这2个点点它是连在一起的，一坨稀干过去。其实这些细节呢，都是为了方便玩家自定义的。而且我觉得啊，深度可自定义，系统高度的可视化，让玩家也可以成为极客，已经成为了 Steam Deck 现在最大的优势之一了。之前 Steam Deck 我们就说过嘛 ，V 社啊，果然是做软件的。虽然在硬件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妥协，但是在软件上面可是一点儿都不马虎，设置都非常的直观，而且符合极客的要求。就比如咱们这些设备都不可避免的需要监控帧数和性能嘛，它就不需要你再去下载一个 Afterburner， 而是直接集成在这个系统里面，而且它也不需要你非常复杂的去设置你想要监看的这些内容。它在这里面呢，用最简单的这个1、2、3、4这4个分别去代表4种性能显示的详细程度。当然，这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选项。你往下翻，可以看到这里，它可以调整帧率的限制，还可以手动去调 GPU 的频率。新更新了之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 FSR， 如果你显示的画面不足800P 的话，它能帮你把这个画面变得更清晰，甚至啊，它连这个 HDR 的可视化都做了，就跟我之前做 HDR 视频的时候那个显示的直方图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画面就已经很明显了。但是它这个可能因为是 beta 版啊，所以说它这显示的数值还是2000多，应该是有问题的。如果你是小白玩家呢，你也大可不操心这些。V社给大家准备了别的好玩的，可以在这个设置的自定义里面，这里有一个访问点数商店，可以在点数商店里面去自定义你的开机动画。看不到好可爱呀！键盘的样式、头像还有背景等等等等。这里没有 Steam Deck 的小伙伴也可以开一下自己的 Steam 里面的点数商店看看，这里有很多的头像和头像背景都是 Steam 里面超级经典的游戏，大家快到评论区里面发一下你们的个人资料，看看有没有超级离谱的好吧。那这么看下来，别家的游戏机也可以把这个界面做好呀。那 V 社最强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把社区思维延伸到了做硬件上面。Steam OS 可以加入自定义的系统插件，你敢信？激活这个小插头之后呢，这里就会有一个插件商店。就比如说这个 CSS Loader 就可以自定义不同的主题。我在这里面找到2个非常有意思的预设。首先呢，可以把这个给打开，这个图片就会显示成超级大的一个放在上面，然后再打开这个超级像 P5 风格的主题，然后它就有那种 P5 里面那个画廊的感觉了。这样子也很好看。
本身呢 Steam 其实也会显示这个游戏的兼容性是怎么样的。一般来说就是绿色、黄色还有灰色，这个分别是 V 社自己验证通过的可玩的，还有不兼容的游戏。就比如说这个法环就是验证通过的，这个黄色的呢就是一个可玩的，像这种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支持的。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小伙伴发现我这左上角还有一个金牌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也是我之前给大家做过视频的一个网站啊。这个网站可以显示第三方，也就是玩家的兼容性评级，分别是最好的白金、黄金、银还有青铜。但是呢，以前是在网页上面看，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第三方的插件，只要咱们安装了这个插件，就可以看到玩家的评级，点进去呢也可以看到详细的具体的评价以及具体的问题是什么。除此之外啊，还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工具，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听歌啊，这个插件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像玩戴森球的时候，几百个小时，那个 BGM 都听腻了，我就会边放音乐边玩游戏。除了这个，还有调节饱和度的啦，还有快速切换蓝牙的呀，还有游戏录制等等等等。甚至啊，我在这里面还找到这个 X6 AR 眼镜的插件。可以说，假如你对硬件和软件感兴趣，这里真的有无数可以自定义的内容。做一个创意工坊，让大家一起来做游戏的我见过，但是让大家帮忙一起做游戏级插件是真的很有创意啊！这一次虽然没能在 Steam Deck 上看到性能的飞跃提升，但是我觉得 V 社也找准了自己的路，它并没有像 Win 掌机一样，每年有了新的处理器就往机器里面塞，而是真的把 Steam Deck 当做主机在做，换更好的屏幕，提升续航，减少重量，优化硬件细节，再加上不断的更新软件功能，可以看得出来 V 社做硬件真的有运营社区的思路，听取玩家的建议，不断的改进和优化，起步2500的售价也保证了一个最低的门槛，真的很期待 V 社接下来的发展，希望未来的哪一天能看到 Steam Deck 也加进来4分天下吧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